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：聪明的女人懂得适时关上这9道门，做最好的自己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你一定知道，女人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择和难题。有些人一路畅通无阻，有些人却走得跌跌撞撞。其实啊，聪明的女人都懂得适时关门。这里的关门，不是说要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或者拒绝一切机会，而是有选择地放弃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，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更多的力量和空间。我曾在网上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智者和朋友在院子里散步，每经过一扇门，他都会随手关上。朋友不解地问：有这个必要吗？智者笑着回答：当然有。当你关上门，就是把过去留在了身后，这样才能重新开始。人这一辈子就是不断前进的过程，要想活得幸福顺利，就要学会放下过去，抬头向前看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人在门所代表的事实面前，有时确实无能为力，但重要的是你对门的开启或关闭所持有的态度。门就像人生，人生也像门。无论是风雨交加，还是阳光明媚，主动关好自己的人生之门，就是活得清醒。该放下和舍弃的东西，就果断放手，这样才能真正过好当下，让人生更加精彩。1. 关上过去之门。在《论语》里这样写道：成事不说，岁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这世间诸多事已成定局，继续苛责并无益处。有些事命中注定，百般阻挡也无法改变。过往的事随风而去，继续深究只会徒增痛苦。执着于过往，不如了断往昔；持续沉浸过去，不如活在当下。只有当你真正做到放下，关上过去之门，才能与自己释怀，才能与人生和解，真正从心底悟出人生的真谛。了凡四训中这样写道：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这句话是说，从前的万般往事，过了昨天就与你无关，今后的事情百种千般，从这一刻起，从头开始。真正聪明的女人都不会让自己持续活在过去，而是懂得放下，关上过去的大门，让自己活好当下。车轱辘向前转，你也要往前看，无论多坏的境遇，都会成过眼烟云。只有紧紧把握当下，才会越走越顺。平凡的世界中有句很有哲理的话：天空不会永远阴暗，当乌云退尽的时候，蓝天上灿烂的阳光就会照亮大地，青草照样会鲜绿无比，花朵仍然会蓬勃开放。人这一生，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该放下的就要及时放下，该翻篇的就要及时翻篇。执着过去，只会陷入痛苦之中，学会放下，才能活得自在轻松。真正聪明的女人，早已关上了过去之门，开始了人生的新征程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再去纠缠，只会徒增烦恼，得不偿失。凡事向前看，才能领略到人生更美的风景。2.
关上成就之门。你听说过心理学上的空杯心态吗？确切来说，空杯心态就是让你舍弃过去的成功和收获，及时清零，然后重新出发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心灵就像是一个杯子，如果不断往里面填东西，迟早会溢出来，再也装不下其他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只有懂得及时清零，舍弃一些东西，才能打开拥有更多的大门。作为女人，只有及时清零，不固守在曾经的拥有上，才能勇往直前，不辜负时光。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懂得及时清零，是对自己最好的负责，也是从头再来的勇气。无论在哪个阶段，都能活出自己的璀璨多姿。既往不恋，当下不杂。只有敢于及时清零，关上成就之门，才是真正拥有美好人生的开始。有一句话很有道理，人这一生，成长比成功更重要。因为成功只是过去式，而成长才是进行时。真正聪明的女人，无论之前的成就多么辉煌，都不会放在心上，更不会挂在嘴边，沾沾自喜，放弃自我成长。她们都明白，过去的成就让它留在过去，未来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与其陶醉于曾经的荣光，不如清空内心，让生命焕发新的可能。当你学会将人生清零，步伐自然会轻盈起来，人生也会更加尽兴。3. 关上欲望之门。戴芳夫人曾说过，那些因虚荣心而毁掉的女性，比因爱情毁掉的女性还要多。爱慕虚荣会让你丧失理智，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科比也提醒过你，人生总有一些选择，你得去面对。学会选择，你也能成为人生的赢家。苏格拉底这位哲学家曾说，知足是上天赐予的财富，欲望才是人为制造的贫穷。你这一辈子，真正的幸福，不在于你拥有多少，而在于你是否珍惜眼前的一切。曾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提问，人活着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开心？下面有个高赞回答说，快乐和欲望是一种反比关系，欲望越多，快乐就越少，烦恼也会随之而来。欲望越少，内心越满足，幸福也会离你越近。太多的欲望只会让人焦虑与痛苦，而内心的富足才能让人安宁与幸福。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觉得拥有的东西越多，生活就会越幸福。等到了一定年龄才发现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，一旦欲望无法满足，快乐也就不复存在。只有懂得节制欲望，知足常乐，才会感受到真正的幸福。人生下半场，学会给人生做减法，就是一个女人最高级的活法。你得学会知足常乐，关闭欲望之门，这样才能减少内心的挣扎，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生活的真谛。俗话说得好，普通衣服保暖就好，粗茶淡饭也能香甜。生活中的一切恰到好处就行，别太过头，欲望太重只会适得其反，最终拖垮你自己。与其追求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不如好好活在当下，珍惜现在，享受当下。
4. 关上比较的门。很多苦，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并不觉得，往往是要和别人比较了之后，才会觉得委屈和不甘。攀比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即便不是为了和别人比较谁过得更好，也很难在别人的幸福里不去看见自己的不堪。其实谁的生活都有一地鸡毛的时候，所以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，没有了比较和分辨的心，才能放大本该属于自己的快乐。社会上有很多声音，有赞美，也有批判，有鼓励，也有贬低。这一切的多样性，构成了我们复杂的社会。然而聪明的女人却会选择关上比较的门，因为她们认识到，生活并不是在于你比谁强，而是温馨与和谐。她们知道，比较只会让人更悲观、压抑，失去自我认知的能力。每个人的人生有各自的轨迹，智慧的女人不会去对比，只会去珍惜当下，去感受属于自己的生活。5. 关上无意义争执的门。人生等同于宝贵的时间，每一分钟都不能虚度。聪明的女人懂得选择战斗的场地，而那些毫无结果，只会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争端，她们会选择远离。她们的聪明，是因为她们知道，生活是短暂的，能够掌握的时间有限。她们宁愿把时间花在提升自我、实现自我价值，而不是在无谓的争吵中耗费生命。总之，人生是一次漫长而美好的旅行，值得我们怀着热情和决心去探索和珍惜。然而有些东西，我们尽早关上，反而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和麻烦，使人生的旅程更加净土且明朗。作为一名聪明的女人，我们需要清楚知道，哪些门应该开启，哪些门应该紧紧关上。这不只是我们的智慧，更是我们的决断。我们的人生本应如此，活出自我，活出独特。6. 关上讨好别人的门。社会常常对女性有着诸多要求，总有人会期待你能温柔、体贴，多为他人着想，甚至将这一切美化为贤妻良母的典范。但你要明白，如果过度去讨好别人，只会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消耗中。讨好他人的代价，就是忽略自我。在长时间为别人操心、照顾别人情绪的过程中，你可能会慢慢失去自我感受，忽略个人需求。你可能会为了迎合他人，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为了维系某些关系，压抑真实的情感。而最终的结果，往往是感到疲惫不堪，而那些你讨好的人，却并不真正理解或珍惜你的付出。你要懂得，取悦自己远比取悦他人重要。你要学会及时关上讨好别人的门，敢于拒绝不合理的要求，勇于表达自己的需求。你要明白，只有珍惜自己，才能让周围的人真正尊重你。7. 关上负面情绪的门。生活中，你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，压力、焦虑、愤怒、嫉妒，这些情绪会时不时地侵扰你的内心，让你觉得疲惫、消极，甚至找不到前行的方向。很多时候，当遇到生活中的不如意，
你可能会陷入这些情绪的漩涡中难以自拔，最终让自己身心俱疲。负面情绪其实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，但你不该让这些情绪来控制你的生活。你得学会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，通过积极的思考方式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化解这些负能量。你要学会及时关上负面情绪的门，不要让这些情绪来干扰你的判断，降低你的生活质量。关上这扇门，不是让你去忽视问题，而是要学会与自己和解，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积极。生活中的起起落落都是常态，而拥有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灵，才是你应对一切挑战的最有力的武器。8. 关上逃避之门。立刻，胡哲告诉我们，你今天做的决定，会决定你明天的走向。遇到难关时，你的选择至关重要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有些女人相对脆弱，遇到挑战就想逃避，甚至有人会选择极端方式。但我要告诉你，真正聪明的女人不会这样。她们知道逃避不是办法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勇敢面对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。托尔金也说过，如果你总是逃避所惧怕的东西，最终你会发现，这只是让自己更快地面对它。逃避困难，就像是走错了路，前方看似平坦，实则暗藏危机。所以，当遇到问题时，聪明的女人会选择关上逃避的大门，直接面对，这才是远离困难的最优路径。9. 关上吝啬之门。新约里有一句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有的女人喜欢斤斤计较，或者只想得到，不想付出。这样的人自以为占了便宜，最后可能是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。而聪明女人慷慨大方，乐善好施，能够造福于家庭。巴金说，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，在于给予，而不是在于接受，也不是在于争取。真正聪明的女人都懂得给予，关上吝啬的大门，反而会收获更多。而吝啬之人，人生之路会越走越窄。有舍才有得，这是为人处事的智慧。莫言曾说，世事犹如书籍，一页页被翻过去。人要向前看，少翻历史旧账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会有不如意，只有懂得及时翻篇，才能卸下重负，轻装上阵。关门是一种智慧，也是一种境界。关上成就之门，学会将人生清零，才能保持头脑清醒。关上过去之门，放下往日的包袱，才能开启新的旅程。关上欲望之门，拥有一颗平常心，才能活得充实幸福。关上以上9扇门，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智慧，更是一种对自我和人生的尊重。人生道路上会有许多扇门需要你去跨越，也有更多的门需要你及时去关闭。每一扇门都代表着你的一段过往，无论是甜是酸，是苦是辣。作为女人，关好那些身后的门，意味着无论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，你都要学会不回头，不执着于过去，不纠结于往事。这样，你才能真正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而富足。
在生命的旅程中，能够从容地关好身后的门，这其实就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修行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